像也都一模一样。还有别的吗？我想了想，回答道：在有些恐怖游戏里，阿飘是没有脚的，小腿以下都是空荡荡的，这也是他们被称为阿飘的原因。青青顿时眼前一亮，他决定挨个试试，摸一下这些新娘的脚踝，看看那精美的绣鞋里会不会是空气。可就当他伸手碰到第一个新娘时，那位新娘却突然伸手拽住了他的手臂，随后猛地掀开了自己的盖头，露出了一张极其诡异的脸。那张脸光滑无比，皮肤极其细嫩，却找不到任何五官。他嘻嘻一笑，发出了银铃般的声音，却没有人知道他的嘴巴到底生在了哪里。哪怕提前做过心理准备，可当这样一张脸摆在面前的时候，我还是忍不住惊呼。青青离他更近，显然也是吓得不轻。与此同时，系统的声音也随之出现：第一次机会已消耗，请继续寻找。婚房里又恢复了死一样的寂静，好不容易平复了惊魂未定的心绪，青青的脸上浮现出一丝遗憾的神情。看来只要碰到其中某位新娘，她就会自己把盖头掀开。刚刚那个办法是行不通了。我忍不住揉了揉太阳穴，心里也有些发愁。不能碰也看不透，难不成只能靠猜？无奈之下，我们俩只好各凭直觉选出了2个答案。他掀开了第5个新娘的盖头，我则是选了自己的幸运数字17。可见到的都是没有五官的脸。不知不觉间，时间已经所剩不多，香炉里的檀香烧到了大概4/5的位置，而我们2个人也只剩下了最后一次机会。青青的脸上已经写满了焦急，我不停拍打着额头，希望自己的脑子能赶紧发力，但它就像是上班时坏掉了一样，死活想不出任何东西。毫无办法的我，只能不停翻弄婚房里的所有器物，包括到处都是的红布和墙上的红纸，希望它们会是什么隐藏道具，或者暗藏着什么机关。眼看檀香马上就要烧到尽头，无奈的我只能拨弄着那红光闪闪的灯笼，希望能找到一点解谜的灵感。屋里的光芒摇晃了几下，青青突然猛地站起身来，我好像知道怎么过关了。听他这么说，我立马来了精神，轻轻指了指灯笼：你别停下来，继续摇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我还是赶紧照做，重新摇起了灯笼，轻轻回头看向那18位新娘，几乎没有任何犹豫，迅速走到了其中一位的面前。直到这时，我才终于明白了他的用意，原来人阿飘之分真的和影子有关。虽然所有的新娘都有着一模一样的影子，但是当屋里唯一的光源灯笼不停移动时，只有一位新娘的影子会随着一起左右摆动，其他新娘的影子都是画在地面上的，根本纹丝不动。因此青青果断出手，趁着檀香即将烧尽，把这位新娘的盖头直接掀开，一张属于人类女孩的青色脸庞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。与此同时，系统的声音终于响起：恭喜2位玩家顺利通关，你活过了第2天。眼前一黑之后，我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过了几秒后，系统又弹出了一条新的信息。